今天开始努力跟大家讲一讲韩国，一直就想想韩国到底朝鲜这个胡子到底是个啥样的呢？就一直长咱夏普克上长了2000多年啊，有时候胡子长，有时候胡子短，然后有时候胡子还分两截儿。刚开始说四小龙的时候，大家还觉得韩国这四小龙好像算土的。今天谁还敢跟韩国说咱哥四个是四小龙？想都别想，什么香港、台湾、新加坡等等，跟韩国完全不能比。在这6000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里，还有大家看过那个电影《英雄儿女》吗？王成就是为了打击敌人，最后志愿军向他开炮，他没有被炸死，他被炸晕了，震晕了以后被俘了。王成就是那个原型，也在这个战俘营里，也一样关进战犯管理所，一样被迫害，一样被迫承认自己叛变，最后是剥夺军籍、开除党籍，没有工作。咱们讲了那么多国家，远到南极都去了啊，巴西、阿根廷、新西兰，到处跑，然后带着大家讲各个国家。每次讲完一国家，就有好多人问说：“您这都跑到南极去了，咱这下巴颏底下这胡子跟中国1000年来有那么近的关系，有那么复杂的情感，有那么多的这个交流，甚至我们有那么大的一个少数民族，跟人家完全就是同文同种同一民族。说为什么不讲讲韩国？其实我也经常想这个问题。就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讲这个远方的国家的时候，除了美国啊，美国就是讲了好几十期，啊，其他国家都是讲个1期啊，阿根廷、巴西讲个2、3期，因为觉得好讲，这个国家很好梳理出来它的样子、它的人民、它的历史等等。这个韩国、日本，包括这个台湾，大家想想，我们花了14期讲台湾，我们花了9期说日本，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离得越近，你越看不清他，就或者你就实在是再想不出来，说他到底是个什么样。这人永远是这样的，就是有距离你就看清楚这人是啥样的。这人就离你这么近，天天在你旁边，你其实不太容易看清他到底是个啥样。所以就一直就想想韩国到底朝鲜这个胡子到底是个啥样的呢？就一直长咱夏普克上长了2000多年啊，有时候胡子长，有时候胡子短，有时候被人剃了没胡子了。然后有时候胡子还分两截儿，一截金胡子，一截不知道什么胡子。所以到底他什么样？其实咱俩人都去过韩国，这个我猜去过韩国的人可能比去过什么新疆、西藏的人还能多一点。因为我听到大家说，哇，今天去韩国怎么着买，明天去韩国整容。总而言之，去韩国回来的男的、女的，经常看到面貌一新，啊，这么熟悉的地方怎么讲？这次说坐游轮去一次吧，于是就。今天开始努力跟大家讲一讲韩国，按咱们的老套路啊，就先说说观感，然后说说历史，然后说说文化，然后说说思考。这个观感就是，首先应该叫除了字儿不认识，哪儿都认识，就觉得这个地儿反正好像不是那么新奇，因为就你看着庙也熟，看着这个人长得跟咱也差不多，各种改良以后比咱们可能好看点。它是一种很怪的感觉。比如说你去日本，那很简单，日本就是一尘不染，日本就是井井有条，日本就是每个地方都精致到那个令人发指。就是我上次讲日本时候说到日本你就没活干，因为你想发明什么都发现已经被人发明完了。每一个人就是那种啊极为的有礼貌，极为有秩序。然后中国吧，你就感觉到极为的随意。韩国的观感应该这样讲。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还隔着3个韩国，我觉得这样的形容可能比较好一点。领队跟我们说，你看日本吧，开车几乎就没人并线，但是在中国开车吧，人人都并线。韩国吧，1/3的人并线，所以说中间隔着仨韩国，基本上就是这道理。还有就是等级制度很能感觉到，比如说比他更高一级的人那种尊重，啊，那是非常东亚的文化，就是。你一上飞机，就看到旁边的空姐都冲着一个人那儿，各种各样的那个鞠躬，然后各种各样的给他问寒问暖。我们说这个好像比我们中国上来一部长还要吓人，因为中国上来一部长，确实空姐说啊要客来了那个，但是没像他那样啊，他们那好家伙。后来我们就说这人谁呀？说三星的社长啊，三星的 president。我说哦，久仰，
结果后来我还跟人换了个名片，看了一眼，其实是三星的负责手机跟 IT 部门的总裁，就是相当于我们阿里里边，我们有10几个总裁，他三星大概也是有很多部门啊，几十个总裁中间的一个。但是那也地位很高很高了。这是举一个小例子，但是整个韩国你给你的感觉都是这样，就是大家互相之间那个等级观念是极为的森严，但是呢，它又有特别奔放、特别现代的地方，比如首尔，当然首尔很美啊，这个也有大江流过，就是像咱们这儿这个大江流过一样。但是上海这大江流过有一问题，就是一天到晚看见川流不息的破驳船。装着煤啊，什么粮食，还有什么东西？你想看看风景，就看见就一串一串这是小破船，嘟嘟嘟嘟冒着烟就从江上跑过。但是没办法啊，咱们这个发展中的国家，咱们还得这个航运。汉江上，一条货船也没有，极美这个汉江很宽啊，汉江比黄浦江宽很多，汉江有点像多瑙河那么宽。然后你看着这个美丽的汉江，没有货船。只有偶尔有一条这个游轮过去，你会觉得特别清爽。然后我还问他们，我说这么好的一条大江，干嘛不弄航运呢？韩国人说，我们就不要弄航运，我们不挣那钱，我们就想让它干净，所以汉江水是够饮用标准的。大家看看我们长江水啊，别说人饮用，牛能不能饮用我都不敢保证。我每次说到首尔的时候，我都得稍微打一磕巴，因为我是岁数在这儿摆着，我从小就管那地儿叫汉城。说到那地方就是汉城，说到地方就是汉城，所以老得改口，要不然的话，韩国的人民是很不高兴的。因为汉城，你想想看，汉城就你们汉，就你们恨不能奴役我们、殖民我们，给我们起的那名字，那个不能叫那名字，就跟印度人不想管那个叫崩贝，要管叫孟拜一样。那孟买说，因为崩贝是你们英国殖民者给我们起的名字，我们自己叫孟拜。他们也是最后一丝联系我们语言文字已经跟中国断开了什么都跟中国断开了这个脐带都断开了最后藕断丝连的最后一个丝儿就是这地名好，汉城，所以改成叫首尔。然后就问他们，我说那这汉江为什么不改名啊？后来他们说，哎呀，这个汉江实在是叫的太多年了，算了，汉江就不改了吧。改了汉江的名字，古代历史都看不懂了。好，那就汉江还叫汉江，这个地方叫首尔。当然还有一派说法说，其实不是真的要跟中国这个划清界限虽然跟中国划清界限是韩国包括朝鲜一直以来的这个政策吧但是呢说这个其实是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韩国的语言文字一直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套从中国学来的汉字系统那发音都是跟着汉字去发音的，汉城、汉松，什么炸酱面、炸酱美什么的参鸡汤、参鸡汤，因为它原来就是汉字引进来的包括地名地名的发音就是跟汉字念出来的很像，包括仁川，包括釜山不散、釜山，这是一套他们的语言文字系统。那一套是他们民间的韩语，它有自己的另外一套说法，往一起整合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民间这个韩语一直管这个地方就叫Seoul就是民间的韩语的京城的意思当然了，日据时代管的地方也叫京城。同时，这两套系统有个问题，就是有个大学叫Seoul，有个大学叫汉城大学导致很多地名是写成Hanson还是写成Seoul，所以导致寄信的时候也记乱了。李明博时代说，那咱们就别混乱了，咱们这个汉城就放弃了咱们就都用这个韩语发音的这个Seoul就是而且按照这个标准的中文译音就变成了首尔这是两种说法都有这个大家自己来判断。你从首尔飞到釜山去，一路上就是全是山。后来说，哎呀，这个仗打起来可真难打呀！这山里能钻多少人？这再先进的武器也没办法。然后一到釜山，哇，釜山之美，那简直就是上帝给的一块特别好的港口。大概只有釜山这个港口是韩国唯一的能说我有一个地缘地理优势，就是大量的海湾，一个海湾，然后大海湾里有小岛形成的小海湾等等，导致整个釜山港你看起来像好多个港，就特别像西雅图温哥华那一带。西雅图温哥华就是在一个大海湾里包了很多小岛，形成很多不同的海湾、不同的港口。光釜山港就是一会儿看到这儿一港口，这是集装箱的，一会儿跑那儿有一港口是什么游艇的，一会儿那儿一港口是渔船的，
釜山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釜山非常像里约。这个咱们之前讲巴西的时候我就讲过啊，里约是我们世界上最喜欢的城市之一，清秀，有山有海，然后舒服。釜山整体感觉比首尔要更让人喜欢一点，尤其是挖在海边山凹里的那些漂亮的彩色的那些，你叫它村落也好，你叫它那种很像巴西的 favelas， 但是没有那么穷啊，而且非常干净，比巴西的 favelas 干净得多。我们也去参观了，有的涂满了画啊、涂鸦呀，非常好看。整个韩国只有辽宁的2/3大。地形跟辽宁不能比，那辽宁好家伙，一马平川，种东西出来，东北大米等等，那韩国全是山，朝鲜也全是山，啥都没有，就那么一小块汉江平原啊，也没有矿产资源，啥也没有，偏居东北亚一小角。也不是说我正好在国际要冲，像新加坡，我新加坡能发展，因为我正好在马六甲海峡顶头，国际2/3船得从我眼前过，没有人从韩国眼前过，而韩国连跟我们的关系都要绕那么一大圈到那么远处才能拐回来，以至于很多年中原王朝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这反而好，我就靠这么国内一小市场没办法生存，所以不管是我大宇、我现代、我起亚，我一定要冲出去，我一定要走向世界。日本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就走向了世界，韩国的起点可比日本低多了啊！日本奥运会的1964年的时候，韩国还比北朝鲜穷呢，结果居然间汉江奇迹从70年代开始起飞，到现在居然已经做成这样了，人均 GDP 已经3万美金了啊！这是台湾在那儿想了一辈子，是马英九上台就是说双三如何，到现在还离得很远。开始说四小龙的时候，大家还觉得韩国在四小龙好像算土的，今天谁还敢跟韩国说咱哥4个是四小龙？想都别想，什么香港、台湾、新加坡等等捆一块儿，跟韩国完全不能比。韩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强大的工业国，不光有这些世界级的国际化做的无与伦比好的，这样的应该这么说，日本没有几个公司能做到三星、LG 这种国际化。你问美国人 Samsung 是个哪国，美国人都不知道，美国人就觉得像索尼一样，美国人也不觉得索尼是个日本牌子，觉得就是个 global 全球化的大品牌包括 LG， 尤其是美国，所有酒店一进去一看电视都是 LG 的现代汽车吧，等等，就这些巨型的企业真的难以想象，人家是真的实打实的巨型企业进到500强不是咱们那个国有的什么石油公司、国有的大银行之类的，这个非常吓人。而且在韩国国内市场占领之充分，我从到了首尔就开始跟大家讲，我说大家观察一下街上有没有日本车看了2天，大概看见2辆日本车，几乎全是韩国车。然后贵的车当然德国车，但是正常的街上走的车全是韩国车绝大多数都是现代，当然也有起亚呀，什么起亚也很国际化。三星在国内市场占领之充分，国际市场也一样充分。我前2天去趟墨西哥城，妈呀，那墨西哥城那机场给我吓坏了，机场之大以前从来没见过，铺天盖地的三星，整个进去以为是一三星城，就那么充分。国内也是，三星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你看到大家手里拿的手机远远超过所有的其他手机，看着样子比 iPhone 也还是多。当然拿 iPhone 的还是有， iPhone 还是做得很好，全世界，而且它没法替代，三星也没法替代 iPhone。乐天这种巨型集团，不光是大超市小超市，而且看到各种各样的房地产大项目，一个大公寓楼全是乐天，这个乐天那个，乐天在国际上也做得也很好包括在中国也很多乐天。后来我们就在想说，为什么中国公司的国际化做的这么的赶不上韩国？你这样随便问全世界人，三星当然都知道， LG 当然都知道，现代当然都知道，但是你随便问全世界的人，知道什么中国电器？当然阿里它现在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用没用过阿里的东西，这就不敢说。可能联想收购了 IBM 以后 ThinkPad 是知道的，但是极少这样的，而且不是那种强大的优势型的那种企业。韩国企业的大规模的国际化导致了一个特别良性的循环，这良性循环就是需要大量的国际人才，所以大量的人出去留学或者叫大量的人出去留学，才导致了它国际化比我们走的要前进的多得多。大家知道光在洛杉矶，我天，我猜就得有50万韩国人，
那韩国城 K 汤之大，我天，铺天盖地，当然做的饭比首尔还好吃，可能是因为肉好，在美国牛肉更好一点。总而言之，在全球留学的韩国人是多极了，多极了。美国强大的时候，大批在美国，中国开始强大起来，大批在中国。美国那个洛杉矶的韩国城大，但是我们这望京跟五道口那俩韩国城也不小，也是大批的韩国人在中国学中文等等。因为它国家太小，市场太小，它必须国际化，导致人才高速的良性的循环着。大家就不能理解，说我们中国费了这么大劲做音乐，没有一首歌，别说 Billboard 排行榜，能进到美国任何一个排行榜都没有过。那韩国一会儿少女时代的什么 Nobody Nobody 等叮，然后一会儿什么 Gangnam Style， 而且人家都流传到人人都会，这连我们阿里开组织部大会，我们全体的海外员工高管上台说表演一个节目吧，我们给你们表演一个中国节目，结果 Gangnam Style， 后来我们说这不是中国节目，这是韩国的，就可见他那个国际化到什么程度。后来我们说，为什么人家就能做得这么好呢？等我们密切接触才感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全是美国留学回来，包括鸟叔本人。鸟叔本人就是那 Berkeley Music School 毕业，跟王力宏一样。我跟韩国的娱乐业接触，无论是电影界的还是音乐界的，几乎人人都会说英文，而且很多说的非常好，一听就是在美国留过学，而且工作过、生活过，所以这个良性循环是非常的好。在我们自己的娱乐业里，能说英文的人就是这样，就能数出来了，就没几个，这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国际化和人才的整个国际化的流动是有巨大的关系，而且由于大批的出去受教育，大批的这个留学回来，导致女性的地位空前的提高。其实台湾也是一个例子，因为你去留学了，大家就不管你性别了啊，说你哪学校的，我哈佛的，我是一女的，您哪学校的，你就哎呀算了，不要提了。这你看，就跟男女没关系了。说你名校生，那你就是厉害。按说韩国这男尊女卑很保守的国家啊，那老婆都这样的，老公都喝大酒，居然选出个女总统来，台湾这也选出一个女领导人。台湾当然更邪乎啊，台湾差不多有1/10在美国，人人都有美国亲戚。韩国比例也很大。我问韩国人，我说你们是不是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在海外的，咱们叫海外关系？他说对啊，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在美国的，或者在中国的，或者在日本的。那它主要在这仨国家嘛。所以韩国整体的国际化是非常的好，而且国内的工业之强大，韩国很多年位列世界造船第1名，就超过日本。这个世界造船第1名在日韩中传递，即使今天后来造船中国变成第1，中国也是造低端船，高端船还是韩国造，更高端的船日本造。日本就靠加工业，然后就给人踩缝纫机、做袜子、做鞋，然后日本起来了重工业替代。然后韩国那儿踩缝纫机做衣服做鞋，然后日本重工业又被新的高科技替代，重工业就到了韩国，然后中国人开始踩着缝纫机做鞋做袜子，就是这产业传递。而韩国的工业强大到什么程度？应该这么说，一个国家的工业最强大的代表就是军事工业，因为军事工业代表的是最尖端的科技。代表的是最强大的工业能力，因为那东西最难造。造雷达当然比造手机难了，造航空母舰当然比造民船难，造战斗机这是最难最难的。国防工业几乎全部能自己生产的国家是极其的少，大概联合国5常是可以的，就是美国、俄国、中国、英国、法国。这几个国家是可以生产全面的，从战斗机到潜艇，到航空母舰，到所有的坦克、装甲车、大炮，这5常能生产。5常之外，全部能生产的，大概只有日本、德国和韩国，只是3个国家是全部能生产的。印度不行，印度天天吹自己能生产2架，然后就去买去了，国防部都不要生产的东西。说您谢谢您研制了20多年才研制出来，早已经落后了，我还是去买去吧。所以印度你看一天到晚买俄国的、法国的、万国的，印度还算不错啊，这么大一个国家都做不到。韩国如果想造航母，它也没问题，它现在造的所谓的这种小型的航母，其实对他来说小菜一碟，就跟日本一样，日本想造航母造多大都可以。然后它的宙斯盾驱逐舰世宗大王级，那是世界顶尖的驱逐舰那驱逐舰之大已经跟美国巡洋舰差不多大，而且是世界性能最好的顶级的
军舰、潜艇。潜艇虽然是德国的技术，但是他自己造的也非常好，而且还能出口。自己研制的坦克啊 ，K1、K2 坦克，K2尤其是世界级顶尖的坦克。这个自己研制的这个 K9 自行火炮居然还能出口北约国家，出口土耳其。大家知道，自行火炮里德国造的非常的好英国造的也还不错，美国当然落后一点，当然主要因为美国人壮，所以几十公斤的炮弹它能拿人装弹。我就认识一个美国兵是装弹手，所以他不用自动装弹机。当然了，美国的技术如果想研制是没问题，美国也确实研制出来过十军骑士自行火炮，就是有自动装弹机各种先进技术，但是呢没投产。当然原因比较复杂，有美国削减国防预算的原因，有美国陆军轻型化、快速反应化不需要这么重型的装备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下马了。所以美国到现在还在用老掉牙的那种人工装弹的 M109。但是东亚人矮韩国人其实最近一些年已经高起来了但是跟美国人不能比那40-50公斤的炮弹。所以韩国、日本造的自动装弹机非常的好，非常先进，自动给火炮装弹，射速极快，而且能做到多发同时弹着，这样开一炮，然后这样开一炮，这样开一炮，这样开一炮，利用抛物线的时长不同，最低角度的最早到，所以晚一点开炮，导致多发同时弹着。当然也在美国的帮助下研制这 T50 是非常先进的飞机。所以韩国整体的工业水平，从民用到军用，从重工业到轻工业到娱乐工业，娱乐也算是工业吧，都是世界级的。我们这次专门参观了一个最奔放最来劲的地方，叫 SM Town。SM 是韩国最大的娱乐公司。当然了，这个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我们也已经入股了 SM 我们现在是它的第2大股东，然后我们是战略合作伙伴，所以来到了韩国。我说那我们去你们 SM Town 看看。SM 旗下拥有东方神起少女时代Super Junior、EXO以及今年马上要推出一个崭新的刚刚出锅的鲜极了的鲜肉的组合还有宝儿等等韩国这个无与伦比的寡头型的这个娱乐企业SM Town 是什么地方呢？它不是 SM 的办公室， SM 办公室是一个办公楼，那 SM Town 全部就是给粉丝准备的。就是如果你爱 Super Junior， 如果你爱EXO 这些偶像，那你去了就是天堂。就是你一个粉丝能够想到的，除了睡偶像以外就是半睡都可以做到，基本上就是全做到了。你说你穿着他的衣服，你要用他的化妆师，用他的发型师用他录音的棚给你录音，用他拍照的棚给你拍照，用他的摄影师用他的全套的东西给你做你所有的想象得到的东西，然后可以自己调整你怎么跟他合影，你是抱着他还是怎么着。而且不单是平面的合影这个已经使用上了 3D 打印机。就是 3D 打印机刚出来的时候，我老想这个事儿，我说这 3D 打印机到底有什么用？当然了，工业上我当然明白有什么用工业上当然做个模具呗，你产量小的时候你开一模具你累死这个 3D 打印机就导致你产量就一个你也可以把它生产出来，因为你不用做模具了。但是你说在生活中有什么用？结果好，这回我可知道有什么用了，我这太高兴了。它可以 3D 打印你和你的偶像，你来设计这个姿势。你说我要跟我的偶像怎么着吧，你说吧但是别太污太污这个估计偶像也不干了。但是基本上就能做到挤进去。3D 打印机就是啪啪啪啪把你四面八方都拍一顿，然后就给你打印出来一个你设计的姿势。比如说我要抱着宝儿，我要挽着那个 XO 的某个帅哥之类的都可以，就 3D 打印出来俩人或者仨人，这个俩姑娘跟一偶像什么随便最大能打印到跟真人一样大，特别吓人。但是那很贵跟真人一样大的打印出来一个，你回家就抱床上躺着就行了，每天就在你旁边躺着，50万人民币。当然了，疯狂的粉丝也有这个最便宜的这么点小一个，光偶像的这个 3D 的打印出来一个800块钱，比这个要精致这是开模具生产的，远远没有那个 3D 打印出来的那个完全的漂亮逼真。从那儿开始，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青训制的艺人在表演
啊，一个很大的像音乐剧剧场一样的剧场，因为 SM 签约大量的中韩帅哥啊，日本人是一会儿再说，韩国人什么事儿都跟日本人觉得，哎呀，不能跟他碰上，啊，所以签约大量的中韩帅哥美女，然后培养体质的同时，也给粉丝表演，啊，所以逐渐在这表演的过程中积累经验，然后挑出来，你看这是又是一层。然后去个咖啡厅里面，每个桌子都是签满了名，然后卖明星、吃明星、喝明星，啊，明星做的马卡龙，然后明星做的蛋糕，明星做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总而言之，你就幸福吧。粉丝们到那儿就像天堂一样，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这个欧美都没这东西，说实在的，啊，当然也跟欧美和我们东亚的人的这个习性有点不一样啊。欧美人崇尚自我，就是说。I did it my way， 我是我自己，我是一个独立的，我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你有好歌我听听，没好歌我没那么崇拜你。当然也有粉丝，但是没有像我们东亚的粉丝那么的疯狂，所以欧美人都没听说过这东西。说啊，粉丝还可以花50万，花16万，你要想又录音，又录一首单曲，又拍 MV， 又拍照，整套东西下来大概就花16万。啊，但是我们东亚文化就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对音乐好不好没有那么在意，但我们真的热爱自己的偶像，因为我们整个东亚大民族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特别愿意有榜样，我们特别愿意有追随的人，而且我们没有那么觉得我是一个多么有自己的独特的那样的人，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个偶像文化啊。当然了，从韩国兴起的这个偶像文化，啊，和欧美的偶像还很不一样。这个我在美国，人家老问我说，为什么你们国家人那么喜欢韩国偶像，为什么没那么喜欢我们欧美的偶像呢？后来我就说，我说我们这个对偶像的定义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就说那偶像都是那种 muscle beefy 超级英雄，然后我来保护你，叫 protector， 就是我是你的保护者。我们喜欢的偶像是什么样呢？是 pale， 然后 skinny， 是特别瘦，然后特别那样的，就是叫 protectee， 就是被保护者，就是你看见他你就心疼，你看见他你就疼他，你就哎呀呀呀，宝宝你不要那个，我要来保护你，你的经纪人是王八蛋，他对你不好，谁都对我家宝宝不好，只有我对我家宝宝最好，所以我要不要花钱，我要。你想你是一这样的人，我干嘛为你花钱？你都壮成这样了，你应该给我点钱。但你是那么的柔弱的那样的，哎，那我就充满了那种我是你姐，我是你妈，我要护着你啊！而且我要在网上为你战斗，谁敢说我们家宝宝一句，我就跟你拼了，我就跟你撕。而且难以想象，说这个大家能够为各自的偶像骂成那样，欧美会出现大家都一起骂一个人，比如说 Justin Bieber。而且没人还嘴，就在中国好，那 Justin Bieber 粉丝早疯了，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你知道他，然后等等，欧美没有这个文化，所以他们很羡慕韩国的这个娱乐业，说韩国娱乐业可以做成这样，居然什么都可以挣钱，我们只能靠卖 CD 和开演唱会挣钱。韩国这是好家伙，什么头发丝都可以挣钱。韩国的娱乐业，不但发达强大，而且是世界独特的。应该这么说，这条路主要是由 SM 的创始人李先生闯出来的一条路。李先生从头就想出一个怎么培养偶像，怎么培养这些人，当然了，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推广到欧美也做不到，因为你跟欧美一个年轻小孩13岁，你说我签你15年，他不可能签你的，他爸妈也不可能签你15年。他爸妈说，对不起，我们这还要上哈佛，你这还要去普林斯顿，你别给我们来这个。当然了，韩国明星也是要当兵的啊，很多也是要上大学的，但是他们有这种愿意付出这么多努力，每天训练汗水。大家知道，一个组合训练起来比一个人要难得多，因为大家要像一个人一样，这个配合起来就是完全的协调，这需要很多年的训练。韩国的古迹去看吧，对中国人来说确实意义不是很大。日本的古迹对中国人来说意义是很大的，因为日本的古迹特别有日本的风格。这韩国的古迹看了看，这宫殿等等，实际上应该这么说，因为这么多年来，韩国做我们的国属，或者叫属国吧，在我们的整个朝贡体系里，唯一的不离不弃，从来一直进贡，直到最后被日本抢走之前，1000年没断过的，跟我们一直保持这种关系的，就是韩国，大部分时候他们的级别就是我们封他王啊，说你是朝鲜王，还是你是高丽王。还是你是新罗王，基本上很多时候就相当于封个郡王，甚至不如中国一字王啊。所以他的那个王府一看，嘿哈，
这就是一个郡王府的级别啊，用一个好的词形容吧，非常朴素，反正不是那种皇宫就且不比啊，跟我们中国大王府都不能比啊，跟乔家大院能比。在中国已经看的无数次了，这个五级六兽门丁大殿甬道，无非就是这些东西，然后融合了一点日本，其实也不能叫日本的风格嘛，就是冷一点的地方的风格。这个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古典建筑最重要的就是飞檐斗拱，当然韩国也努力的做一点这个东西啊，但是因为它确实很冷，这个冷的地方你要做这么大的飞檐斗拱是有很大问题，就是像下雪下2米厚的时候，那房子就塌了。所以大家看日本那建筑，看跟中国有点像，可是哪儿有点不一样？其实也没什么不一样，就是把中国那角都给削了，就是中国翘起来的东西都给它削了，于是成那样的啊，下雪不怕。所以韩国基本上以中国的风格为主，有一点点日本式的东西，当然它也被日本殖民过很多年啊。然后你就感觉到经常有看见错字。这个事儿挺逗的，你看这字儿，说这字儿怎么写的不太对呀？这个国字儿这里边应该不是这样的吧？大概是我觉得韩国从中国开始借鉴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些字儿可能确实记得不是很清楚，有些字儿确实有一点改变，啊，就看到那种匾上什么这那写的字，经常老觉得这儿写错，那写的不太对。书法很有意思，比颜体字还要胖，颜体就已经比较胖了啊。这个字看上去有点像朝鲜人的脸型哦，咱们不能这么说啊，就是像我这样的脸型，就是我这样的人到了韩国、朝鲜去，我很高兴，因为我看到孩子们从小就长这样的脸型。哦，我说是不是因为这个脸型的问题，这字体也变成16:9了嘞？佛也是按照16:9的，就他们的佛比我们的胖，比这个南亚的佛就更加的胖。所以这个佛长啥样，看来是跟这本地人长啥样是有很大关系。就是你看南亚的巴基斯坦、印度那边的佛像，阿富汗那儿的佛像，那脸特别瘦，非常好看，甚至有点像希腊人的脸。到中国来，这佛已经胖起来了，就是我们叫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然后到了朝鲜、韩国那佛，脸又拉大了，就是他们那个民族那个国字脸，就是我就是那样的啊。看他们那个佛的画像，看着很有意思，也是觉得这佛挺熟的呀，可是哪有点不一样哦，长胡子了，这他们的观音佛就长胡子。后来我们就问一老和尚，我说这观音不是雌雄同体吗？这为什么长胡子呀？他说哦，这就是我们韩国要有自己特色，所以我们的佛虽然从中国传过来，但我们的佛有了自己特色，我们就长了胡子。再看这个画像更有意思在哪儿？他坐在一个椅子上，这个佛这样坐在一个椅子上，这个腿朝前，这我当时觉得好新奇。你说这文化文明在流传的过程中，你去观察它细致的转变和当地民族地理，咱们不是老说咱们是地理决定论者吗？比如说地理雪大决定建筑飞檐斗拱的这个规模，然后你那个民族脸大，于是字儿也扁，然后佛也脸大。以及这佛坐在椅子上这个事儿可很有意思，集聚就是这样的，叫集聚，簸箕的箕啊，这个聚就是那个足字旁那聚，在中国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中国过去都跪着，在没有椅子之前啊，后来有榻，也不能集聚，这样坐着的佛，这太逗了。而坐在椅子上这个事儿是很神奇啊，椅子这个东西。当然了，是跟佛教有关的啊，是慢慢从佛教的这个做榻呀、做什么呀，慢慢转变成这个椅子这东西。然后手印也挺有意思，啊，后来我们问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呀？你在中国看那么多的庙佛，基本上都是，要么这样的，要么这样，每一个手印都有意思啊，手印相当于一套密码。我以前还学过，所有的手印都代表什么意思？他说这手印其实是有的，啊，是代表了什么光明什么。所以觉得很有意思，长胡子的坐在椅子上的这个手印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佛，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传到那儿了以后，的一些变异吧。但是韩国人坚持是说，我们承认我们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传过来，但是日本是我们传过去的，
啊，因为我们离日本近。大家想想，那过去确实它也不容易，这鉴真东渡一回，还是阿倍仲麻吕来一回，这确实挺不容易的。因为那个现在叫一衣带水，过去呢没到航海时代之前，那个确实挺远。啊，要不怎么徐福一去就找不着人了？东海蓬莱那么遥远，但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可就只隔着那么窄的，扔一石头子儿就恨不能过去的对马海峡。对马海峡大家很知道啊，这个因为曾经爆发过著名的对马海战。对马海战为什么能全歼俄国整个舰队？就是因为那海峡太窄了，它没有别的地儿可跑，只能通过那么窄的海峡。所以那海峡一片腿过去，所以朝鲜跟日本是那么多年千丝万缕的就恨在那儿。所以朝鲜人一说起日本，就是都是我们的，中国传给我们，我们传给他们。确实佛到了日本以后变异的更多一点，这个咱们就不讲了啊。因为禅宗本身就是很中土的佛教了已经，然后传到这个朝鲜的啊，传到韩国的这个。不但要汉城改口叫首尔，而且我一直要说韩国，因为韩国人民特别不喜欢听朝鲜这两个字。啊，虽然他们一直很多年好几百年都叫朝鲜，但是现在因为他们脑瓜顶上那个叫朝鲜，所以他们就很不喜欢叫朝鲜。他们叫韩国到现在就100多年，但是他们愿意管自己叫韩国，好，我们就说韩国吧。所以基本上到了韩国的佛教基本都是禅宗啊。然后呢，要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这个信佛教的人在韩国并不多。啊，远远没有在日本或者是什么东南亚就不说了啊，那就是佛教国家。但是受我们影响的国家应该是佛教比较昌盛的啊，比如说日本，当然台湾就不说了啊，台湾是佛道都很昌盛，台湾最多是35%信佛教，33%信道教，这各种各样的道教、一贯道、各种神头鬼脸的东西都信。啊，在台湾信基督教的人不是很多，在日本信基督教人也不是很多。虽然日本是深受了美国文化影响，就战后啊，但是再影响也是现代美国文化、好莱坞的影响，而宗教影响不是那么的强大。但韩国是一个好奇怪的地方，就是其实很多人没去过韩国都知道韩国这基督教有多强大，因为大家经常看到新闻说，在阿富汗恐怖组织塔利班抓住23个在阿富汗传教的韩国基督教徒。当时我看到这新闻，我都汗毛都立起来。我说这个得对主得有多忠诚，才会去阿富汗传教？大家想，阿富汗那么一个穆斯林国家，跑到穆斯林国家去传基督教，那叫人逮着你，不但是异教徒，你还要破坏我们的宗教，你还来传基督教，那不就是斩首吗？但是你说西方人都很少敢说上阿富汗什么中东那儿传教去啊，韩国人敢，这真的是。但是你要到了韩国，你才知道他那个有多大的影响啊！且不说教堂啊，但是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我当然已经知道韩国人多么信教，因为我在洛杉矶看到的牧师几乎都是韩国人啊。韩国牧师已经就想发展你入教到什么地步啊？贿赂你也好，什么也好，甚至你冲他问路。有一次我问路，他说你必须入教我才告诉你路啊。我说那我不问了，我问别人行不行？我非得入教你才告诉我路，就是那么的虔诚。你在洛杉矶开车，你只要看到特别大的写的那种主事唯一或者是等等，当然用英文写的啊，其实你就知道到韩国城了。因为基本上在洛杉矶除了韩国城，没有那么多地方写这么大的标语，为了主啊等等。但真正到了这个首尔，真的很震惊。广场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唱歌，开始我们还说哟，这韩国也有大妈广场舞啊，也不怕扰民。而在一大棚子里，因为很冷嘛，这我们现在去的韩国是这个春寒料峭，所以在一个大棚子里，然后一堆人特别热情的唱歌，然后很多老人在底下坐着，啊，跟着一起唱吧。他们问人说：“这个是什么呀？这是基督教会。”基督教会在给穷人和残疾人、孤寡老人发吃的，啊，剃头、唱歌，让我们很感动。基督教会搭个大棚子，然后前面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给大家唱歌，听起来像是流行音乐。他们特别虔诚，那种怀着对主的那种神圣的光芒，好像都在脸上。而且旁边一排义务的给剃头的，啊，这个我好像还没见过哈。在北京见过一次有人义务给剃头，大概是学雷锋3月5号那天，啊，出来给人免费剃个头。
人家这天天学雷锋，就是主让我们互相关怀，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你一进去你就觉得里面都是穷人，因为里面味道还是挺大的。但是他们不管，那些基督徒认真的在给大家剪头，给大家唱歌，给大家发吃的，慰问大家。大的是一大棚子，没棚子有的是，你沿街走，不停的有为主歌唱，然后这个宣扬基督。所以这个韩国人对基督教对主的热情和热爱，我好像还在这世界上别的地儿还没见过，真的没见过。因为又去过那么多欧美国家，当然你飞到梵蒂冈跟前去当然是有了，那都最虔诚的这天主教徒去大弥撒一下。但是整个意大利那么宗教的国家，我也没看出大家有那么大热情，因为大家心里都觉得基督教好像是白人的宗教啊。当然咱们现在不能这么说啊，但是最开始当然这是白人的宗教。这些所有的圣这个圣那个，反正都是白人，这个好像还没有看到有多少有色人种丰盛的。结果突然发现这儿有一远东有一国家，好家伙，对主的热爱到了这个地步。后来我们就研究了一下，说为什么这个韩国人对这个主有这么大的热爱？我觉得跟要摆脱中国影响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在开始的时候，因为其实基督教传到朝鲜。那时候还不叫韩国所以可以叫朝鲜了。就要传到朝鲜，远远晚于传到中国。但像中国什么时代基督教？利玛窦还不是第一个来的那都是徐光启、万历年间的事了。然后中间经过了起起落落一会儿古历啦，康熙皇帝学拉丁文啦，然后乾隆皇帝又不干啦，那么多有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啦、汤若望啦，等等等等。中国到最后也没几个人信基督教还有那个信歪了的，就是太平天国这个拿了半本圣经就开始胡来的。1884年基督教才传到朝鲜，1884年都已经我们这洋务运动都快成功了，这边明治维新都已经很长时间了，1884年都已经中法战争了到那个时候基督教才到朝鲜。朝鲜其实是一个一直有一点亚细亚的孤儿。其实亚细亚孤儿不是台湾，台湾那地儿谁先到了亚洲都先上台湾去，荷兰人也好，什么人也好。但是这朝鲜躲在很远的一个北边，在中国的胡子呢，在日本的那个耳朵上，很少人想到它，所以什么事传到朝鲜都比较晚日本其实也很早基督教就去了，但是这个朝鲜1884年才去。但是最没想到的是短短10几年之后居然已经发展出10几20万的教徒，这个太匪夷所思。因为这个传教士在中国搞了那么多年，像什么赛珍珠他爸这种待了一辈子这个学了一辈子山西话，学了一辈子云南话，在当地传教也没传出这么多教徒来。而且最有意思的是1884年才传到朝鲜的这个基督教，到1912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派出传教士去了。好家伙，这太有意思了，人家都上千年的这个传统大家想想1912就1900年了这基督教都结果韩国这刚学了没几年这就出去传教去了，可见基督教在韩国扎根之深，推广之迅猛。然后正好又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大家总要有个心理的支柱吧，大家总要有个地方去聚集，大家总要有个地方去团结起来。这个佛教是起不到这个作用佛教是说哎呀反正有来生呢，没关系这辈子就这么着吧，然后呢下辈子咱们再努力。所以佛教这个战斗性是极为不足基督教是有非常强的救世精神，基督教救世军，基督教非常入世，而且非常愿意给你花钱，非常愿意给你建学校，非常愿意给你建医院，非常愿意给你建各种避难所呀等等很少见说佛教给你钱。说当然了，今天的佛教当然救灾的时候也会但大多数时候都是你给他钱，然后他给你建个学校，好像很少见。我确实在版纳呀这些地方看到过少数的寺庙来保持自己的本民族文化。因为比如傣语，上学就不能学傣语，也不能讲傣语，那人家民族为怎么保持自己的文化呢？在西双版纳一带，孩子们上学之前都先送到当地的庙里，当地庙坚定的在庙里教傣语，在庙里教自己的傣文教自己的历史，然后等等。因为傣族是跨境民族有点像朝鲜族，朝鲜族也是个跨境民族所以
有点像这个保存民族文化这个西双版纳一带这个佛教的庙，但是比那个更厉害，就是在朝鲜人民，尤其被日本殖民之后的反抗啊，以及组织，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帮了忙。日据时代的时候，朝鲜人在学校里是不能说朝鲜语的，啊，是不能说韩语，是不能用韩国文字，啊，一定要学日语，啊，包括所有地方报纸啊等等，完全殖民化，这个就跟在台湾一样，啊，所以韩国人民怎么保存自己的文化，就在教会开办的这些学校里。国家已经亡了嘛，国破家亡，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学习自己民族的文字，学习自己民族的历史，而在那组织起来多次的反抗、起义等等等等，包括大家看到的这个，咱们教科书上都学过的啊，韩国的那些烈士们，啊，到哈尔滨去刺杀伊藤博文的这个安重根烈士，啊，在上海刺杀了白川义则大将这个尹凤吉烈士，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是在基督教里面养成了献身的精神。对普通的人民来说，啊，最有影响力的，其实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是教会和帮会，啊，这个和平时代教会和帮会其实是有很大的维稳作用的。革命年代又是来自底层最大的支持啊。咱们之前讲过，这个太平天国啊，实际上就是教会，啊，这个辛亥革命实际上是帮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啊，至于革命啊什么那些东西啊，那其实都是属于知识分子的东西。当然现在帮会越来越少了啊，在西方国家改工会了，其实还是一个意思。啊，这佛教徒好像献身精神没有基督教徒强，献身自己的祖国，献身自己的民族，所以基督教在韩国越来越庞大，啊，越来越强大。啊，最后光复的时候，从金九到李承晚，啊等等等，除了金日成不是啊，这个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就是你这些总统们啊，真的得是个基督徒啊，更多的人才会喜欢你啊。当然没到按照圣经宣誓的地步啊，但是确实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观感嘛啊。再有一个观感就是，就整个这国家，从这个国家到城市，到每一个人，到每一个细节，大家对外表的这个重视程度是非常少见的。这个我也想不出哪个国家像韩国人这么重视自己的外表。在美国当然是最不重视的，除了好莱坞，大部分人都穿着拖鞋裤衩就出来了。欧洲你看法国巴黎，这个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在意，但在韩国看到绝大多数人穿的都非常讲究，啊，拿的东西非常讲究，尤其是妆化的很讲究。而且你看妈妈跟女儿走在路上，你就觉得这俩人确实长得不太像。然后这个人们非常重视自己的外表，人们非常重视自己的容颜，所以才导致了全世界最著名的这个整容业啊，因为他们非常想让自己美起来啊，所以你在韩国最经常看到就是孩子胖胖的小眯缝眼，然后妈妈爸爸都长得很帅啊，就是咱们看到大美女金喜善，然后啊这就不多说了啊，这个省得粉丝来骂我。但是我觉得挺好啊，艺人就应该这样嘛，为观众为粉丝服务嘛，让自己更美一点。但是普通人都非常重视，不光是年轻人啊，男男女女爱漂亮，这个老太太妈呀，人人涂的这个唇红齿白，嚯！然后这个我们有一个朋友，美国的朋友在韩国教书，这个就问他说：“你来好几年了，4年了，说你对这个韩国这人印象是什么？”他说：“哎呦，他说第一就是爱美，第二就是 dramatic， 特别像韩剧电影里演的那种《天歌人后传》那种劲儿。说我教小孩的时候，5岁的孩子嘛还好，8岁开始就不行了，就开始哇特别在意自己的外表。说8岁女孩上课就带着头发卷就来了，卷着头发，化着妆，然后我天，然后特别像。所以大家看韩剧说这怎么那么 dramatic， 韩国电影其实那不是特夸张，说他们那民族就那样啊，不光是人啊，衣服，我买了件韩国衣服穿在身上，我突然觉得我也帅起来了，因为它非常讲究这个腰身呐等等。大家看韩国西装，这为什么喜欢看韩剧啊？因为这里边的人确实好看呐，这西装穿上确实漂亮。而不光是人，你看到韩国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非常重视它的外表，建筑也好，电器也好，这韩国的电器应该说是长得最漂亮的。车，大家每次看到韩国车都觉得，哎呦，韩国车设计的好，尤其是跟德国车一比，
觉得哇，韩国车这个外表好漂亮啊，德国车一看都是那种好像笨笨的方头方脑，德国人也不追求那个，德国人说我追求就是品质啊，这个韩国东西全都特漂亮，花里胡哨，然后从他们的偶像明星啊，服装，然后电器、汽车，所有的东西都特漂亮长得啊，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观感，就是一个民族对外在的东西有这么的重视。当然好了，你到那一看赏心悦目，但是呢，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就在那讨论说，你看他所有的外在的东西都做得很好，就是比如说流行的文化、娱乐都做得很好，比如电影那好极了，韩国电影还应该说不光是流行文化，还有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电影啊。电视剧就不说了，哇，最近又火得不得了，《太阳后裔》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都特别漂亮、浮华。哎，大家聊起来说，这国家有没有伟大的作家啊？能跟咱且不说川端康成这些人，那比如说村上春树这级别的没得诺贝尔奖，但是也是伟大作家，没有。但是中国有啊，中国、日本都有伟大的作家啊。有没有伟大的画家啊？中国有大画家，日本有大画家，这个草间弥生这种大画家。有没有大的那种古典的大音乐家？就是比如说像久石让或者坂本龙一啊，没有。后来说这是为什么呀？后来我们就开始说这俩事儿其实是有关联的。上帝创造的这世界的规律就是这样嘛，你总不可能都是你的吧，是吧？你那么重视你的外表，那你内心的东西确实是有缺失的，缺少一种甜退的、空明的。那种像日本民族、中华民族都有那种深厚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从老庄开始一脉相承的那种深厚的东西，啊，深不见底，啊，日本一脉相承的那种高洁，啊，日本一脉相承的那种求道，就你在韩国你感觉不到很多道的存在。正好说到这儿，这个下围棋这事儿，大家都哇说的天翻地覆。这个正好把这几个事儿联系在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说，中国就不说啊，中国哲学，而且是进退都有，进有儒家，退有道家，就是怎么着都能让自己深厚起来，或者宽广起来。啊，日本是有那种花有花道，茶有茶道，棋有棋道，是非常讲究深厚、宁静、高洁那种民族。啊，所以日本围棋这些年为什么不行？为什么说大家说这个阿尔法狗上来，为什么让李世石上去干去？就是因为韩国的围棋异军突起，是为什么呢？就是韩国很讲究打杀，就咱们讲日本的时候讲过一个宰尼棋的问题啊，就是在日本最能打架都是宰尼棋，就是韩裔的日本人啊，或者韩国侨民都特别能打，这日本人反而就不太能打架。当然了，咱们曾经总结过规律，就不太能打架的民族特别能打仗，这个特别能打架的民族，我们开着车，我们那司机就下去跟人打架去了，我还给拍下来，指着人家鼻子破口大骂。我天，这我在其他国家很少见，在韩国感觉到很常见，因为我上一次去韩国的时候，出租车司机炸了，这回是旅游大巴司机炸了，这特别容易炸。但是打仗好像不太行啊，打仗的事儿这个往后再说。但是首先说到这个，从围棋可以清楚的看到，韩国流就是打，跟你这个绞杀在一起，跟你算到最后，啊，日本从这江户时代高手好几个月才下完一盘棋，就是这个求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日本的高手吴清源啊等等等等都是棋道，而一到这个打杀的时候，日本棋手就觉得好像不是我们自古以来江户高手的风范，尤其是在读秒这个，因为为了救活电视嘛，什么事都快餐化、电视化、娱乐至死化。那明明很高洁的围棋，最后电视说：“那您3月下一盘棋，我这怎么转播呀？我每天早上起来他转播1小时，就昨天他又下了2步，他是这么下的，他又然后就不知道，过2天又说他又下了1步，那就没人看了。那所以就变成限时读秒。限时读秒以后，这对日本求道的棋风是极大的伤害。所以日本围棋慢慢的在这种娱乐化、这个竞技化之后，就慢慢的被边缘化。啊，中国的棋风是多样的，中国也有求道，像聂平、老聂这种，但是也有能打能杀的啊。这个我还曾经跟这个中韩围棋对抗赛有个小关系啊，就是
常浩对这个李昌镐有一次在南长城，俩人这个下的时间长，然后那个湖南卫视转播的时候，由于怕那个无聊，就找两个高手，马小春跟古力，还找两个巨臭臭棋篓子，跟他俩一起，就是俩人一波。第一步永远是那臭棋篓子下，然后那边对方臭棋篓子下，然后古力下一步，马小春下一步，然后两个臭棋篓子之一就是我。这个我就问九段大人，我说哎，我怎么下呀？你这个才能跟我配合起来？他说你怎么下都没用。这样吧，你就见地儿就断，你觉得哪儿可以断，你千万别给我布局啊，千万别给我那什么，然后等到我那手时候，我再给你找吧。于是我就负责看哪儿一拐弯，我就上去断它。所以围棋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什么？日本为什么有那么多伟大的艺术家啊，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大画家，伟大的音乐家？日本的整个民族的那种气质和求道的这种民族性格，就导致它艺术伟大。韩国这个民族性格有点就叫用力过猛，这个刚才咱们讲艺术也是啊，生活也用力过猛，工作也用力过猛，然后用力过猛就，当然了这些事儿都没问题啊，生活啊等等，但是对大艺术家的产生用力过猛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土壤。这个说到韩国人这个用力过猛的性格，这个英文里有一个词儿叫 desk warming。desk warming 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 desk 就是书桌给焐热了。这个词专指韩国人的这种机械的作风，就是什么呢？在韩国的这些学校里，你说你有事儿你就干，你没事儿你，尤其是有一些学生都放假了都回去了，你就不用再这么费劲的说从早到晚。很少有国家像韩国这么死板，就是说你有事儿没事儿，学生都放假了没课，你老师也得在这坐着，啊，你得坐满8小时，啊，这个哪怕你打游戏，哪怕你睡觉，你趴桌上睡觉没人管你。啊，但是你说不来，你干别的去不行，你就在这儿坐着，就是一个特别古板的，所以叫 desk warming， 就大家都在那儿坐着，就是特别不容易变通的这么一个民族。我们不是一个美国朋友在韩国教书嘛，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你怎么逃这 desk warming 啊？你多烦啊？他说我有办法，我说我做手术，啊，我就走了。说你做什么手术啊？他说我没事就去点个痦子，说点个痦子比美国便宜100倍，激光点痦子才花$25。进去点个痦子5分钟完事了，但是我也可以说我做手术去了，就请假了。到了韩国，感觉到说这个民族多年来就在世大主义或者是在鉴于齐楚中间夹缝中生存的民族，就突然30年间爆发成世界级的强国。我就猜韩国人自己也没想到，更不要说他周围这些歧视他上千年的，觉得哎高丽棒子啊如何如何。你真的到韩国去看，我觉得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而不是整天妖魔化别人啊，整天造谣说啊，韩国人说孔子是我们的，韩国人什么时候也没说过孔子是韩国人，啊，我们这儿就是愿意挤得别人的那个心态，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就特别爱妖魔化韩国，啊，当然了，日本就不说了，看日本，但是还挺尊重日本，韩国就是还瞧不起人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了，长期是我们的附属国可能是个原因吧。啊，我们帮他打过仗啊，所以感觉到他们不行，得靠我们等等等等，那都是过去的事情。所以每当我们要妖魔化别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一想啊，他会不会干出这么傻的事儿来？跟大家澄清一些例子啊，什么韩国抢了我们端午节了啊？韩国那个端午节跟我们的端午节完全两回事。咱这端午节是因为屈原投江，大家给鱼喂粽子，省得鱼吃了屈原。人韩国的端午节是萨满教的祭天仪式。那萨满教是东北亚民族的通行教，清入关之前也信萨满教，所以人家端午节不是为屈原，包括土炕啊，又说他把我们东北土炕抢走了，没抢您的呀，韩国那不是土炕，人家申遗那个是地热，因为大家知道韩国、日本它没有床。它不是平地起了一个炕，从那儿弄个烟道进去，那是咱的火炕。韩国是整个那屋子地板，人家吃饭就在那上坐着，人家睡觉也在那上睡着，是整个的房间里头的地热，人家申请了一个，人家的春节的一整套东西跟我们是不一样，当然是我们传过去的春节。你说我们到底是怀什么心态？人家使用我们东西，我们就很骄傲，说你看跟我学的吧。那人家也自己发展了，成了一个自己有特色的东西，人去申遗正常嘛。韩国到今天为止受中国影响还是最大的，就它还是春节和中秋2个节是最大的，也是放假的啊。至于说中医申遗啊，这其实是完全的误传。
韩国并没有把中医申遗，只是把一本叫《东医保健》的医书申了遗。至于还有什么说把汉字申遗啦，把什么书法申遗啦，把什么风水申遗啦，这纯属都是国内媒体凭空捏造。韩国使馆也辟过谣，我到韩国也问过，这一点都没有啊。包括什么泡菜申遗呀，它是入选过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做制作越冬泡菜文化，它确实是韩国的文化呀。应该这么说，就算偶尔有个把人写过半篇文章，什么网上说过两句，那也不是代表韩国的主流的东西啊，也不是国家的行为，也不是大家共同的认同啊。就像我们在网上也经常有人说外蒙古是我们的啊，什么都是我们的，人家也没来抗议，人家知道这网上有人胡说八道，这正常。当然了，大量的其实是受了中国影响，但是人家要么是做了自己的改良，要么是有自己的文化融合进去。你当然可以说文化是中国传过去的，因为那时候都用汉字嘛，而且还用了很多武则天时期自己发明的那种怪字。我没有妄自菲薄的意思啊，我们当然有灿烂伟大的文化，但是不能因为我没有灿烂伟大文化就不允许别人有文化。别人说点什么都是你跟我学的，都是我的，偷我的，你是抢我的。出于我们大国沙文主义心态也好，还是大汉族沙文主义心态也好，咱们再怎么着总得有一个比我们还傻的去欺负别人吧。啊，所以妖魔化这个他们的能力是超强。当然了，有关这申遗这一系列基本上都是我们妖魔化韩国，但是有关体育比赛他们用力过猛，他们耍赖，这个事儿是确实是有的。尤其是日韩世界杯，把我热爱的什么意大利队了、西班牙队通通全给淘汰了，妈哟，给全世界都看傻了，目瞪口呆。当然了，所有的对一个民族的印象嘛，这种印象就是互相在中间这么来的嘛。因为你体育比赛的时候玩赖啊，于是我对你印象不好，于是我就认为你什么都是假的，你什么都是那个要玩赖，火炕申遗你玩赖，所以大家就是互相之间吧，这个印象就越来越不好。我看的国际权威的调查机构啊，叫 PU 做的调查，这太有意思了。他调查亚洲各国人对各国人的印象，很有意思的是，综合起来看，日本人印象是最好的。日本人因为有礼貌，日本人因为有文化，日本人因为各方面吧，总而言之，印象最好。只有中国和韩国对日本印象最差。确实日本犯过罪，这个咱们一点也不同情他。然后韩国也一样，韩国对日本是那种哇恨的这比中国还恨啊！这个比例虽然没有中国那么低，但是恨的程度那一点都不亚于中国。这个有时候中国都懒得跟日本较劲了，韩国是咬住了不放。就日本干什么，报纸登什么，电视说什么，哪个议员放了个屁，韩国是一律不放。就韩国这种民族性格，就是咬住你不撒嘴，你牙崩掉了也咬住你。中国是想起来了来两下，想不起来说算了。对日本印象最好，其次是中国。啊，对中国印象不错啊，中国人还挺争气啊，大家以后出去旅游的时候继续保持啊，争个气啊，别满地扔垃圾，随地乱蹲什么大小便之类的。对中国最讨厌的是日本，还不如中国喜欢日本的人多，大概也就是个位数的对中国有好感，然后是越南，当然打过仗嘛，但是跟韩国咱也打过仗，但是还好了，韩国对中国有好感的60%多，对中国好感最高的就是巴基斯坦87%，巴铁兄弟热爱中国。凡是离中国稍微远点的国家，对中国好像印象都还不错。对韩国人的印象之差，所以也确实不能赖咱中国，因为这个排最后的就是韩国人。这韩国人给大家的印象还没有印度人好。你想想看，我没有任何歧视印度人的意思啊，印度很美好，但是这印度确实没有韩国发达呀。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印象特别差，这个民族确实有点用力过猛，就是着急。但是还是要说这一点，这个民族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要面子啊？之前说的是要个人的面子啊，现在说要这个国家的面子。其实每个国家都要面子啊，大家也都爱国，美国人也爱美国，体育比赛起来 USA， 中国人也一样，中国队加油。但是像韩国那样就不择手段的跟你拼了，输了不下场。大家记得那拳击比赛的时候，那韩国输了以后60多分钟不下场，下一场比赛只好被迫去那个拳击台打去了，居然为了赢拼了，不择手段的滑冰，大家记得吗？玩赖等等。韩国人爱国，当然了，好的时候是金融危机的时候，好家伙，索罗斯泰国打爆了啊，这个香港打爆了，那所有的老百姓说这时候还什么爱国，先把我自己的钱保住，大家可不都买黄金买什么，把纸币都不要了，整个这国家货币全打崩溃。但是韩国人民爱国，韩国人是拿金子买纸币，家家户户主妇
出去排队，把家里的结婚戒指，把家里的各种各样的黄金的东西卖给国家换纸币。索罗斯都傻了，说哇，我打遍天下无敌手，到韩国突然碰见这么猛一国家，妈呀，350万韩国人，其实就是350万个韩国家庭，以18年来的最低价把黄金献给国家。大家想，这什么精神？这种国家太少见了。一般说没事儿说我爱国，啊，有事儿说对不起，我这生活最重要。啊，像咱们这键盘侠嘴炮多的是，天天说爱国。等到那时候，该买日本东西买日本东西，该干嘛干嘛。但是我没有说买日本东西不好，我也买很多日本东西。但你就别嚷嚷啊，你别天天说我爱国我爱国，人韩国人一样日本东西都不买。街上看不见日本车，看3天能看见2辆，更别说日本电视、什么日本手机，想都别想。但是呢，什么东西都是双面刀嘛。好的一面当然是好了啊，这个爱国呀，买国产货呀。不好的一面就是在国际上吃相不好看呐。首先一个人要有风骨，一个国家也一样要有风骨，要懂得和别人相处。这世界上不是就你一个国家，你爱国，别人都不爱国，啊，所以这个确实给人印象不好。总而言之，从个人那么爱外表到国家那么的要面子，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历史。我觉得跟一个人一样，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那一个人就是什么性格。你从小养尊处优，你是家里大小姐啊，然后你出嫁你是大老婆，你天天啪啪给老公拉大嘴巴，你没事儿，你没那么在意自己的这些东西。但是你从小就是小三儿，也不叫小三儿，就是从小就是小妾，然后你就老觉得这个小妾应该怎么再被重视一点，那种心态长间积累下来，你就会拧巴。你就会在外面特别容易易怒，你就尤其是对这东西特别敏感，你只要听见小三小妾，听见所有这些东西就就跟人撕头发，啊，所以那么多年来的那个心态，啊，养成了韩国这个人的整个这个民族的心态，就是特别强的不能被侮辱，啊，特别强的不能被欺负，啊，特别强的要面子。大家打开地图一看，说这世界上还有比韩国更倒霉的国家吗？周围有仨邻居。分别叫中国、日本跟俄国，这仨都是世界级强国，轮番强，此起彼伏，哪个都比你朝鲜或者叫韩国强无数倍。然后最近的邻居除这仨以外，已经在千里万里之外了啊！所以他这个心态就从小就只能这样，然后就是我得忍辱负重啊，我得这个势大啊，你大我是你，我最强的时候坚于其处。叫他们俩弄起来，别弄我。因为这个韩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国家，你在很多国家你再去旅游，你去度假，你也找不着一个地儿像三八线这样。不光是三八线，战争的痕迹处处存在。你去首尔的战争博物馆里去看一看，你就感觉到浓浓的战争气氛。看到最后的时候，看到这个停战协议，你觉得好奇怪。停战协议上有这个代表朝鲜的南日大将的签字，代表中国的彭德怀元帅签字，那时候还不是元帅啊，有代表美国的克拉克将军的签字，没有代表韩国的签字，韩国没签字，没签字意味着什么呢？法理上讲，韩国是今天这个世界上极少数的依然处在战争状态下的国家，因为他没签停战协定。但是在法理上更可笑的一件事就是说，因为别人三方都签了，所以他是一个处在战争状态下的国家，但是没有对手，所以你就感觉到哇，浓浓战争气氛。然后到联合国烈士陵园里看到各种各样的那种战争气氛，首尔非常繁华的突然间就荒凉了，黑了吧唧，美军兵营，就跟咱们非常繁华的东直门。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说这东直门这个护城河那角拐过去的这么大一块地是干嘛的呀？后来说这是苏联大使馆，因为是咱老大哥，所以把最好最大一块地儿给他，到今天都是。到今天北京最好的一块地，既没有商业，是也黑不拉几，俄国大使馆。首尔更邪乎，我天，就感到浓浓的战争气氛。所有的男性人人都要当兵，这个有点男女不平等啊，不像是以色列，以色列是男女平等，不管男女一律当兵。韩国男生是义务当兵，是服兵役啊，女生当然也可以去当兵，但是女生去当兵就相当于签合同是一份工作一样，不是义务啊。男生是没什么收入，就是服兵役。而且大家经常看到，哎呀，我的偶像突然要服兵役去了，大家哭啊，
如果你偶像不服兵役，大家就说你再也不是我的偶像了，因为你不爱这国家，所以偶像们都得去服兵役。曾经出现过逃服兵役的啊，逃回美国的啊，立刻就被粉丝们抛弃了，因为大家爱国超过爱偶像。当然，最浓的战争气氛，就是当你去了3·8线的时候，啊，这3·8线结果成了个旅游景点，尤其是这个北朝鲜花了那么大力气挖出那些地道，成了旅游景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去参观了一个最近的地道，大家知道这个首尔离边境有多么的近，从朝鲜一方挖一个地道。当然挖得很深呐，挖到70多米深。大家想想70多米深什么意思？就是快赶上莫斯科地铁了啊！莫斯科地铁咱们讲俄国时候讲过啊，特别吓人，好10几20层楼深。当然那就是战时为了防原子弹啊，防这些用的地下防空设施，当然也是地铁。我们下那个隧道看的时候，坐一个小铁轨车下去，就是一眼望不到底，说哎呦，而且。地铁是在自己国家底下修，你用多大动静都没事，你叮了当啷，你用什么炸呀？这玩意儿修到敌国领土上去了，你就不能使用大炸药了，什么大机械了，咣啷咣啷，人一耳朵都听见了。大家知道，因为这挖地道这个事儿是最古老、最古老的，从荷马史诗恨不能开始，到中国所有的《三国演义》这那都会挖地道。围城的时候你挖地道，对方就是沿着城墙挖一圈沟。然后在沟里放大缸，把缸怼在那沟壁上，从哪儿听哪儿咚咚咚响，知道你在挖地道，所以你得挖得特别深。那沿着3·8线，当然韩国人也不傻呀，当然知道我也得弄一条沟啊，我也得听啊。就这么深的地道，挖了多少条呢？据叛逃到韩国的朝鲜的特工供出来说有20条，被发现了多少条呢？4条。我们去的时候就开始想说，咱们今天得穿好球鞋啊，咱得准备好啊。这个突然从另外没发现的16条地道里突然涌出好几个师来，咱也受不了。一条地道1小时能涌出3万兵来。当时我们想了各种计策啊，说怎么一开炮往两边野地里跑。但是到那一看都没用，因为两边都是铁丝网，没有野地让你跑，估计跑进去有地雷。我们去参观地道觉得很有意思，而且我们还在那儿瞭望了一眼北朝鲜，因为他那个地道被发现是怎么发现的？先是军官叛逃，然后说报告，朝鲜人民军挖了20条地道，啊，大概一条在哪儿？这条地道出了3·8线，到首尔只有44公里。现在正常的大炮，只要好一点的大炮，差不多都能打到这么远。所以北朝鲜要打首尔，根本不需要什么导弹、短程导弹，直接开炮就能给它轰成火海。然后就这么近，是最近的一条，还有最长的一条也被发现了啊，从东边一直挖过来要到首尔。啊，怎么找呢？叛逃这军官只知道一大概，因为他也没下去挖过，就大家分割好条块区划，然后在每个地方打洞。你打下去，打通了，水冒上来了，就说明这下边有地道。打了数千个这种洞钻下去，终于有一天钻一个洞，呼，水冒出来了。好，在这儿呢。等到摸下去的时候，北朝鲜人都已经跑回去了啊！于是就在这个3·8线的地下建了一道水泥墙，但是水泥墙呢还留了一个瞭望窗，当然有那个有机玻璃啊，还不知道是不是防弹玻璃。然后我们还跑那个地道头呢，其实不是头啊，就是截断在3·8线下面，往那边看了看，说哦，那边就是北朝鲜，但是那边没人啊，看了荒凉了吧唧的，在有水的那积着水。真是震撼的工程，我的天哪！而且还有16条，到现在也没发现，也不知道在哪儿。然后就开始去这个叫 DMZ， 啊 ，DMZ 就是非武装区，其实不是沿3·8线，我刚才说的不准确，是沿停战线，啊，停战线大致相当于3·8线，但是在东边拐一包。联合国提出来的是说按3·8线就算了，结果人金日成非不干，非要打。最后打来打去停战的时候，这条线比3·8线稍微的往北鼓出来2包，啊，等于是他亏了一些。总而言之，在这停战线签订的协议是说，停战线两边各有2公里，就一共4公里宽，是叫 DMZ， 就是非武装区，双方都不能进武装军队在这儿，啊，不然的话那成咱们老山前线对峙了。过去中越边境对峙，就因为没有这非武装区，两边就隔5米。就是这边5米是我们的猫耳洞，对面那5米就是越军的猫耳洞，结果两边还扔烟，互相说有烟吗，大哥？后边没说抽根督宝吧，给扔根烟过去。曾经在越南前线指挥过作战的粟裕大将的儿子苏荣生将军曾经跟我讲过，前线因为太潮湿，所以发裙子，后来两军都穿裙子。
这一出太阳马上都不开枪，两边都上来晒太阳，晒裆叫晒完裆一天一阴，赶快回拿枪互相比着，这个很悲怆。普通的战士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仇恨啊，原来可能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我种地你放牛啊，结果就要这样对峙。那为了防止这个，就说各有2公里的 DMZ 非武装区，省得这个天天都互相瞄着擦枪走火。所以这非武装区呢就4公里宽，形成了一个非常美的地区。而且导游跟我们讲的时候，我听得有点热泪盈眶。他说，野生动物终于找到了一块天堂，说你看这里有多少种鸟，这里有多少种野生动物。因为这非武装区没有人进来，极少数的面子工程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和平村啊，和平村的村民都是那种政府给补贴，然后政府给他们各种各样的这个优惠政策，让他们生活在那个 DMZ 里面。但是其实很艰苦，虽然他们的收入很高，但没地儿花钱，因为他们必须在那里头1年住够多少天才能享受那些待遇，所以根本没地儿花钱去。那里边一共只有2商店，其中有一个还是卖北朝鲜的各种产品纪念品的，而且还要宵禁。北朝鲜那边好像没什么人，我们跑到高处拿望远镜上对面看了看，看了半天也没看见，除了一杆特别高160米高的一杆大旗杆上飘扬着北朝鲜的国旗以外，没看见任何动静。然后这边有一个比他矮的，朝鲜民族性格就是一定要用力过猛，一定要旗子比你高。曾经板门店谈判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事儿，就是两边要放上2国国旗嘛，南韩不参加谈判，所以这边是美国旗，这边我们其实很谦逊啊，朝鲜战争基本都是我们打的，但是我们让朝鲜谈判，我们不干涉朝鲜统治的事情，然后朝鲜摆一个小旗子。第二天美国人一看，哟，朝鲜这旗子比昨天高了一点，朝鲜人就一定要我旗子比你高。后来美国人第3天的时候弄了一更高的旗子，第4天朝鲜弄一更高的旗子，结果谈了没1礼拜没法谈了，因为两边的旗子进不了屋了，越来越高，一定要争这口气。然后在这 DMZ 也是 ，DMZ 里面这一侧的韩国旗，那一侧的朝鲜旗就越来越高。后来韩国人算了，我不跟你比了。韩国人虽然拧，还拧不过朝鲜人。最后就看到一个这么高的160米的一个北朝鲜旗子，下边没有人烟，然后100米高的这个韩国旗子，下面有村庄，然后有无数的鸟。我们在那儿过去的时候非常的伤感，看到各种各样的鸟。当然了，你说野生动物，他当然不知道为什么人类这么挤压他们，人类已经把每个地方都给占领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了一片净土，啊，他们很高兴，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人类的悲剧。这是朝鲜民族的悲剧，这个民族因为自己不能做自己的主，所以才导致这个悲怆的结果。到今天为止，还是要分隔两地，不知道什么时候领导人高兴了，才能跟都已经垂垂老矣的亲人极少数人见一面。我曾经问过一个韩国的大教授，说你们在这3个大国围绕下，后来还加上个美国啊，4个大国的加持围绕下生存这么多年，对你们来说是福是祸呢？他说也谈不上福祸吧，这就是命吧。就是我们在这么多强大国家中间，周围一个小邻居也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坚持生存下来了，这是我们民族的珍贵的性格。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国家分裂，也是因为我们弱小啊，你们都太强大，那你们大家坐那儿决定的，我们国家必须分裂。那我们没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悲怆的国家。然后你看到2座桥，我很感动，交换战俘的桥，基本上交换的就是中国战俘和美国战俘，因为这个朝鲜的战俘，反正在哪儿他都是朝鲜人，再加李承晚特别的拧，就是艾森豪威尔因此差点给宰了。朝鲜战争51年的时候，基本上就打在这条线上了，啊，就是第5次战役结束以后，那才刚51年初。其实半年就打完了朝鲜战争，后边那2年半，就为这俩事儿就在那儿来回来去谈不拢，就是到底战俘是强制遣返还是自愿遣返？中朝要求强制遣返，就是把我的志愿军战俘都还回来，然后把北朝鲜人民军的战俘都还回来。美韩要求自愿遣返，什么意思呢？25000志愿军愿意去台湾的去台湾，愿意回大陆的回大陆。朝鲜人民军就更多了，朝鲜人民军全军覆没在釜山周围南朝鲜，因为美军仁川登陆截断了整个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军的战俘想留在韩国的留在韩国，想回北朝鲜的回北朝鲜，就为这事儿两边多死了无数人。谈到最后，我们被迫接受了自愿遣返，李承晚就不想停战，
艾森豪威尔说停战不想为你再死人了，美国都死了3万多人了，你想想在朝鲜，我们死的当然就更多了，双方都不想打了。然后他还非常打，金日成也想打，彭东还不想打。然后据说彭东还给过他2大嘴巴，这个说我们死这么多人，我们不是来为你卖命的。李承晚呢就更别提了，他不但不参加谈判，反对停战，坚决要求美国以及联合国16国说你必须给我打到鸭绿江去，我要统一我的祖国。美国人说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本来就剩釜山这么点地儿了，我替你打回到3八线就行了，不管了。然后他于是就在签停战协定之前，直接打开战俘营，给北朝鲜战俘全放了。美国当场就炸了，说这我们谈判桌上谈了这么久才谈成的交换战俘。结果您把战俘都给放了，这不成打我美国脸了吗？啊，我跟人家志愿军跟人朝鲜谈半天，最后你把战俘全放了，李承晚就不管，我就耍赖，全给放了，啊，然后艾森豪威尔当场就在白宫下令说，这个是有档案记载的，说我们应该策动一支韩国部队发动政变，把李承晚给办了算了，说这孙子太不听话了，这怎么回事？停战协定他也不签字，还把战俘都放了，所以最后交换战俘的时候，实际上交换就是美军战俘跟志愿军战俘。很感人的啊，志愿军战俘很多原来就是国民党的兵，好了，解放战争的时候加入了我军，起义的也好，投降的也好，当然有自愿去台湾的，啊，当然也有台湾特务来胁迫的，台湾派了很多人到战俘营里，这边忠诚的共产党员们组成党小组，啊，幸亏有几个师团级干部，因为我们有一个师叫180师，当时没退过汉江，之后被美军给截断在南边了，所以就全军覆没。啊，所以有师级干部被俘的，然后团级干部被俘的，他们在战俘营里组成了坚强的党小组，啊，所有的党员团结在他们周围，坚定的要求回祖国，啊，坚决反对去台湾。我们要谈判，结果刚一谈判，直接把美军战俘营司令一准将还是少将给绑架了，然后当翻译的就是我们清华的一个学长，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啊，最后的结果差不多1万多人吧去了台湾，啊，差不多6000多人回到了祖国。而且对祖国对党无限忠诚，所以我看到那个桥我很感动，我能想象当年的场景，就是那些志愿军战俘一路走一路脱衣服，赤身裸体回到祖国的怀抱，就是说我不穿美帝国主义的衣服，我虽然被俘了，但是我忠于祖国，忠于党。美军那边呢，穿着衣服高高兴兴，吃得好，穿得好，唱着歌，咱们也得平衡啊。说你自愿遣返，把我1万多人弄到台湾去了，那我也得留几个美军战俘，就对等嘛。美国也自愿遣返，就是谁愿意留在中国不回美国的，举手。真有，因为什么呢？美国那时候正好处在迫害共产党。大家看这次奥斯卡提名电影，这老白演的这个迫害美国共产党、迫害左翼人士。军队里有社会主义者，军队里有少数的美国共产党员，大概有21名美国战俘和1名英国战俘拒绝被遣返，自愿来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当然了，我们也给他们很好的工作，他们在中国都去了外语学院当老师啊，等等等等，啊，于是全体美军高唱国歌，然后冲着这些留下人高呼叛徒叛徒什么什么，然后这帮10几个人就手挽手唱起了国际歌，说你们唱国歌，我们唱国际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战士。后来1958年差不多也都回美国了，只有2个人没回去，娶了一个中国的就留在这，那就是个交换战俘的桥。但是回到中国的那些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们，这个受到了极为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最后被押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他们最后绝食抗议等等，说我们在战俘营里拼了命的战斗，然后被国民党特务有掏心挖腹的，有什么这那的，我们最终就是一定要回祖国，怎么拿我们当叛徒审判？每个人都要写你为什么没死，你为什么被俘了？因为东亚的整个战争伦理就是你不能被俘，你必须死，不光是中国，日本也这样，韩国也一样，就整个东亚战争伦理跟西方不一样，西方对俘虏是凯旋英雄一般的欢迎。啊，麦克阿瑟最后在密苏里号上签署日本投降书结束战争的时候，用了5支笔，其中2支笔送给了2个被俘的将领，一个叫文莱特，还有英国的帕西瓦尔将军是在新加坡被俘的。美国人觉得被俘是英雄，被俘是你为国尽忠了。啊，东亚的伦理说被俘，说明你干嘛不死啊？你为什么要被俘啊？其中在这6000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里，还有大家看过那个电影《英雄儿女》吗？英雄儿女最后不是王成向我开炮，王成就是为了打击敌人，最后志愿军向他开炮，他没有被炸死，他被炸晕了，震晕了以后被俘了。王成就是那个原型，也在这个战俘营里，也是跟着这6000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起回了祖国。
也一样关进战犯管理所，一样被迫害，一样被迫承认自己叛变，最后是剥夺军籍、开除党籍，没有工作，非常的惨。包括我们清华那个老学长，原来是清华外语系的，最后志愿上前线当志愿军，当翻译嘛，他也跟着回了国。那最后几十年以后，当年的战友去了台湾的，变成台商回来投资，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一个医院里扫厕所，就是一生没有正式的工作，因为你曾经被俘过，你有污点。这个事情说起来很伤感。你看到那个交换战俘桥，你会想到这些东西，然后那个桥边上布满了各色的丝带，那些丝带都是什么？都是那些每年来到这里寄托自己对故乡、对北方的亲人的怀念。因为这个南北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当然了也几十年不能见台湾的亲人，但是我们现在没问题啊，大家亲人团聚，你愿意定居在大陆，他愿意去台湾，都可以啊。南北不行，差不多停战的时候，有1000万的在北方有亲人或者家乡在北方的人被隔断在南边，1000万啊，那比我们要多得多。我们一共去台湾大概100-200万大陆人。还有1000万的韩国人，故乡在北方，或者亲人在北方，妻子在北方，母亲在北方，孩子在北方，等等等等，他们每年都到这里来，他们尽量的搬到离边界近的地方来生活，然后尽量的能够离故乡近一点，然后每年都到这里来。大家电视上都看到，见面的时候哇，哭得要死，那都已经40年、50年过去了，而现在还中断了，这边一不高兴，马上就中断了，然后现在也见不到面，这些人都已经80岁、90岁了，2/3人都已经死掉了，也没能实现回到故乡去，或者是跟亲人团聚。板门店还是值得去看一看。我们到了板门店，在板门店的谈判的板房里面，我们走到了北朝鲜，外面你不能过去，过去对方就开枪了。但是那板房里边，你可以走到那个北朝鲜一侧，然后我们就转了一圈，说：“哎呀，我们又多去了一个国家，我们去了北朝鲜。”你就看到就这样的。一模一样姿势的韩国，当然他说的是 UN 因为只有 UN 的军队，就是联合国的能在里面，但是其实主要都是韩国，但是一些美军士兵一直都是这姿势。后来我说弄个假人其实也一样，因为一动不动就这样。然后这边站一大排，好几个人，对面一看说北朝鲜的军人怎么那么少？不是对等的，说中间这条水泥线，这边站俩韩国兵，那边站俩朝鲜兵，不是。这边站仨韩国兵，那边一个没有。后来再一看，那边都上台阶，远处台阶上面大门那儿站着一人。他们说可能因为粮食不太够，不能一下养活这么多哨兵，所以就站了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然后一出那个板门店，路边有一个小纪念碑，说这个就是美军的一个上士还是少尉在这儿被砍死的地方。那是一个著名的事件就是两边的军人为了砍一棵树的事儿，互相擦枪走火打起来了。北朝鲜的军人抢过把斧子砍死了美国的军人，所以板门店旁边那个军营的名字就是以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命名的。但是在这儿呢，就跟大家多说一件很荒唐的事情但是这个事儿不是板门店事件经常把这混在一起，咱们就管人家一把斧子事件吧。那这把斧子砍完了以后呢，上面写着 Made in Austrian。北朝鲜确实很缺乏这个外语人才吧，大概是，看了以后就认为这是澳大利亚，其实 Austrian 是奥地利，结果愤而与澳大利亚断交，说因为你弄了一把斧子，然后我们这儿打起来了，这事儿简直太……北朝鲜经常干出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到韩国去 ，DMZ 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的地方，看一看战争给人们造成的伤痛，看一看战争给野生动物们离奇的诞生了一个天堂，看一看在今天的世界上，两德已经统一了，大陆跟台湾完全自由行。居然还有这样的国家还有这样的悲怆的民族，就是在今天的21世纪的时候，依然骨肉离散，依然是以这样的强的剑拔弩张的方式对峙着、分离着所以 DMZ 是一个一定要去的地方，尤其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民，从小对38线、对最可爱的人、志愿军等等，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大家去看一看人家那个民族的伤痛。